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想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可能大家现在也多多少少发现我的频道其实内容有一点点杂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多 topic 都有 mention about。那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说我还是在一个慢慢摸索的阶段，在看大家喜欢什么以及我能分享什么的一个平衡的阶段。那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比较诚恳的给我提意见，你们想看什么，想听什么，然后我会综合这些意见，再想想我能给大家分享什么。因为我觉得不管我的内容是什么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基于真实的基础上。然后我就希望我频道的风格呢，就是既有自己的风格，也非常的真实，这样才能长久的保持下去。OK， 今天 topic 是在新加坡留学的利与弊 ，pros and cons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在新加坡已经居住了 more than 10 years 的老学姐来说的话，这个话题再适合我不过了。首先我们来先说利吧 pros。 那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，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，就是新加坡跟中国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近的，特别是比起欧美那些留学国家，新加坡真的可以算是一个离家不远的理想之地。就比如说我家乡在重庆，在 COVID-19 之前的话，其实我从新加坡直飞回重庆基本上只要4到5个小时。你要知道这大概就是重庆飞北京这样子的距离，所以你真的不会感觉 far away from home。 然后你的 parents 其实也会更加的开心，觉得你没有离他太远，仿佛仍然是还在自己身边那样，即使是突然很想念，打一个飞的就可以过来的那种距离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文化非常容易融合，就毕竟都是亚洲国家，甚至呢以华人的 culture 为主导，所以在新加坡这边适应基本上没有问题的。那比起西方国家需要去适应一些有一点 culture shock 的西方文化，那新加坡这边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障碍。然后本来 local 这边的同学朋友大多数是华人，即使不是华人的他们也都非常的 nice。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小就要出国留学的小留学生来讲还是蛮重要的。毕竟在国内的时候还是娇生惯养，真的需要一时间出去适应另外一个环境的话，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。所以如果 parents 不太放心，或者你自己信心不足独立生活的话，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 safe 的 choice。 第三点就是如果你在新加坡读完书之后想在本地找工作，就业基本上没有压力，基本上就是说statistically 来讲，大多数时候还是没有压力，特别是如果你是从 NUS、NTU 毕业的。当然有一些比较冷门的专业，特殊的专业可能找工作还是比较麻烦，或者说你的 expectation 比较高的话也可能会比较麻烦，但总的来说是没有压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其实对学历也没有特别多的要求，就拿程序员来讲，就没有说 master 一定会胜过bachelor 这样子，不会有 preference over master 的。当然一些比较specialized 的 role 它可能会特别的要求 master 或者更高学历的，就比如说做一些矿词或者 researcher 的那些东西。但是 generally 的 role 它不会说一定要求你要拿到硕士学历以上。所以我觉得在 NUS、NTU 读书的学生，即使毕业之后找工作是没有任何问题。第四点就是说，总的来说留学完之后在这边生活的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。那虽然说新加坡经常上榜全球最贵的城市，但它的那些 metrics 有时候并不是 apply to 所有的普通人。我们众所周知的，它的房子车子算是比较贵的，特别是车我在之前的 vlog 上就有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，大家也有很多共鸣那房子呢，其实在很多全球性的大城市里面，新加坡的房价并不算最突出的，它算贵，但是又不算最贵。就有时候你即使是 compare 比较上海、北京甚至杭州这些大城市来讲的话，新加坡的房价可能就差不多，甚至还稍微便宜一点。然后再对比这边的平均薪水以及它的 money 的购买力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
你的收入支出比还 OK，一个正常的大学毕业生，我觉得生活起来没有太多的压力，加上新加坡的安全性也是全球 top， 然后各种资源也比较丰富，当然除了自然资源就是说金融啊、服务业啊都还是很丰富的，所以我觉得幸福指数非常高。第5点是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跳板。就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从小到大会有一个美国梦，想去美国的名校，或者想去作为程序员也会想去精英云集的硅谷去那些大厂工作。那在新加坡读完书之后，想跳去那边真的也是毫无压力。那首先 NUS、NTU 也是全球排名靠前的大学，想去申请美国那边更好的大学，这个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再然后说，在新加坡这边的公司也是非常 international， 如果你说想 relocate 到美国或者英国那些地方，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。那讲完了利，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弊端 cons。首先第一个可能大家也会想到，那就是语言。虽然我们说大多数人都讲的是华文，然后很多人的过来语言不会像美国、英国这些English speaking 的国家那么困难，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造成了一个语言环境并不纯正的问题。特别是说新加坡这边讲的英文其实是带着一些 local accent 的 Singlish， 所以你在这边待久了，其实你接触到的语言环境并不是纯正的一个英文的环境，而是那种整个东南亚口音 mix 混合，所以你就很难让自己去进入一个纯正的语言环境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是那种想达到不说 BBC 水平啊，就是说讲一些比较标准的American English 或者说是 British English 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可能不会是一个最好的环境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新加坡这边的机会对比那些更 international 更大的城市来说的话，不算是最多的。就拿整个亚洲来说，虽然新加坡也是金融中心，但大家知道除了 FX 的交易的话，我觉得在亚洲来说的话，可能还是香港啊或者上海这些东西。特别是 recently 我觉得更多的那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在不停的加码到上海这些地方。而且虽然说新加坡这边也有很多国际大公司，但因为资源有限嘛，就是地方比较小，然后作为东南亚的重心，其实那些大公司在这边的 branch 或者 office 并没有很注重，也没有很大，所以相对来讲就不如英国、美国那些公司的资源丰富。那机会和选择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。最后一个 cons 也是大家经常提及的，那就是新加坡实在是太小了。那以前我会经常安慰自己说 OK 啦，新加坡虽然小，但是现在交通四通八达，我们如果嫌小了，一个周末就可以去 Indonesia， 可以去 Malaysia。 但现在 COVID-19 来了之后，我真的是没办法安慰自己了。新加坡实在是太小了，我们现在哪儿也不能去，就在这个大概只有重庆的一个区那么大的一个小地方，就基本上已经走完它所有的角落，然后没有一些旅游资源、度假资源，除了圣淘沙那几个酒店，来来回回就那几个酒店，来来回回就那几个 beach， 就真的是有一点玩腻看腻的那一天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很 happening 的人，然后喜欢放眼看世界，喜欢去不停的 explore， 喜欢去爬山涉水，那新加坡的这些自然资源真的是非常的有限，所以生活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真的没有地大物博的中国呀、美国呀、加拿大呀、Australia 这些好玩。 OK，that's about it。大家觉得我说的 pros and cons 是否有你的共鸣呢？留言告诉我你觉得在新加坡留学的利弊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